新雅尔塔条约，中国会不会接受？这个条约的构想者是不理解中国，还是打算挖一个巨大的陷坑？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0月11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发了题为“为了对抗中国，让势力范围再次伟大”的这么一篇评论文章。文章建议美国应该跟中俄缔结一个新的雅尔塔协议，中国、美国、俄罗斯应该划分势力范围，要能够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会减少危机和冲突了。作者说呢，美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美国军事力量正在下滑，关键的新军事技术领域，中俄都在超过美国。再幻想通过军事建设就能够阻止中俄，这是幼稚的理想主义了。而以前，美国对全球1/5以上的国家有安全承诺，结果就是军事严重过度扩张，自己会被累得够呛。所以作者说，美国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前多次表示过的一些个外交主张，其中一个就是要缔结一个新的雅尔塔协议。在这样的协议下，世界将被划分为多个区域，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主导力量，并且将有一个首要目标，就是促成大国稳定与和平。如果新的雅尔塔协议成功，那么美国的势力范围就包括了整个西半球、西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它预计应该是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还有塞尔维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至于中国，它想象的范围应该是包含了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南亚以及6个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非洲国家。而且呢，作者为了显示自己懂中国，还拽了一段《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美国应该放弃对台湾或者是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等等问题进行军事干涉的想法，这样就能够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从而大大降低中俄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机会。中美不打，美俄不掐，那么中俄之间的裂痕和分歧可能性就会变大，至少中俄联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得不说呢，这个作者平时可能是在思考了，但是他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曾经的国防部长手下的分析师，他可能还是没有看懂美国要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要的不是什么和美国井水不犯河水的势力范围划分，中国要的是和所有国家自由平等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嘛。你搞出这么一个划分来，其实相当于一个牢笼，把中国框起来，要把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跟中国进行一个分割。而且中国也不是帝国主义，不需要什么国家给我们当仆从国。如果按照作者的意图发展，那我们倒成了一个2流的封建领主了。其实美国呢，恐怕也不会接受这个所谓的新雅尔塔协议，因为美国的思维一直是全球布局，要把不利于美国的所有问题都争取扼杀在苗头状态。这种势力范围划分留出了大片禁区，让美国无法涉足。尤其是东南亚现在这么大经济体量，美国怎么可能忍住不插手？怎么可能把东南亚交给中国？所以，如果真有什么新雅尔塔协议，恐怕也只能是引发新冷战的导火索。让美国政府冷静呢是对的，提出美国不应该干涉台湾问题也是好的，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中美对抗的一个最大基础。但是依靠划分势力范围就想避免冲突，怕是冷战的故事他看的实在太少了。好，关于美国这位前智囊人物所赞赏的新雅尔塔协议到底对中国好还是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